伊朗突袭以色列，上百枚导弹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大规模空袭俄本土多地军事基地，爆炸起火。俄军无人机负责人在莫斯科被击毙。库尔斯克战场，俄军败给自己建设的防线。乌军包围2支俄军部队，切断所有补给线。乌克兰战场，俄军重新集结部署部队，发动新攻势。真主党7天连续阵亡3任最高领导人，谁会接任？当地时间10月1日，以色列国防部发表声明表示，有导弹从伊朗发射到以色列境内，耶路撒冷响起警报。以色列国防军检测到180余枚弹道导弹。伊朗发表声明表示，此次向以色列发射了200枚导弹，对以色列境内的军事战略中心以及部分以色列空军雷达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在本次袭击中，90%左右的导弹成功击中预定目标。以军发言人丹尼尔·哈加里表示，以色列中部与南部有多起被导弹击中事件。伊朗发动的导弹袭击是非常严重的，必将产生严重后果。目前，以色列已经向美国通报最新情况，并持续监控情况进展。截至目前，以色列尚未公布具体伤亡情况，但可以预想的是，接下来的中东地区局势将发生巨大变化。无论是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冲突，还是伊朗与胡塞的介入，针对中东局势，霍利军将持续关注。以色列和伊朗这2个中东重要军事力量，大家知道谁更强大呢？霍利军早已做过详细对比，大家可去看之前的一期影片。泽连斯基访美结束后，乌军又将目光对准了俄罗斯本土的空军基地和后勤设施。据乌总参谋部和乌媒体称，9月29日凌晨，乌军多部门联合向俄罗斯多地军事目标发射超120架无人机展开袭击。首先，位于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科特卢班的俄国防部导弹和火炮武器总局军火库被击中，并发生起火和2次爆炸。而且，据9月29日 NASA 的卫星图披露，军火库西北方向可能还引发了大规模火灾。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反虚假信息中心负责人安德烈科瓦连科称，该军火库不仅储存着俄军国产弹药，还储存着来自伊朗的部分弹道导弹及其导弹发射器。但科特卢班的负责人伊格尔·达维登科却表示，乌军无人机试图袭击该地区，但没有对设施造成任何破坏。目前具体情况和详细的损失数据尚未公布，但这绝对是乌军接下来重点打击的又一个大型俄军弹药库。其次，乌军无人机还袭击了罗斯托夫地区米勒洛沃机场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叶伊斯克基地。尤其是后者，据现场目击者称，在远离基地的城市边郊都能看到叶伊斯克上空弥漫的黑烟。有尚未证实的消息称，至少有60枚 KH-47 匕首高超音速导弹被摧毁。南部军区前司令德沃尔尼科夫将军身亡。最后，乌军无人机还攻击了距离乌克兰边境400公里的坦波夫军事基地，同样引发大火，并伴有2次爆炸。甚至火势已蔓延至附近的定居点。此外，俄罗斯萨马拉州基涅尔铁路桥发生爆炸，运输弹药的关键铁路线受损。据俄媒报道，目前火车已被迫停止运行，维修可能至少需要1个月。在袭击结束后，俄国防部发布声明称，俄防空部队在7个地区共击落了125架乌军无人机，其中包括伏尔加格勒州上空的67架无人机、沃罗涅日州上空的17架无人机，以及罗斯托夫州上空的18架无人机。对于乌军此次袭击，绝大多数分析认为，乌军或许是要重新发起对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的大规模攻击，之后再配合上逐渐适应的 F-16战机，乌军对俄军重量级军事目标的打击将更加得心应手。值得注意的是，据 Next 的新闻报道，俄军无人机负责人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科洛梅采夫上校在莫斯科被击毙。据悉，科洛梅采夫是俄国防部924无人机中心的负责人，曾长期负责培训俄军的无人机战斗。像俄军的Sands无人机攻击计划就是由科洛梅采夫主导的，他也被视为俄军无人机系统的教父级人物。同时，他还直接参与并策划了对乌克兰的全面战争。乌克兰方面更是指控其犯下了多项战争罪行，并对其进行通缉。
如今，科洛梅采夫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被正式清除，而杀他的人据传是乌克兰情报总局和当地的反抗组织，双方联手将其消灭的。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就此事发表进一步回应，相关消息有待进一步验证。库尔斯克战场，在库尔斯克前线推进不动的俄军开始改变战术。据乌方消息称，俄军第7和第106空降师、第810海军步兵旅以及第155海军步兵旅等部队，在克里涅乌东南部的留比莫夫卡、达里诺和尼古拉耶夫达里诺附近，以及苏贾以南的普列霍沃附近发起的反击，在被乌军击溃后，目前已龟缩不出，正试图巩固他们目前的阵地。尤其是格鲁什科沃方向，据战役地图显示，乌军在维肖洛耶西部和西北部发起了新一轮进攻，并成功打退俄第56空降团，占领了该据点的西北部。而感到威胁的俄军已掉头回防格鲁什科沃市。在普列霍沃村附近，俄军至少动用一个装甲连和一个轻步兵连，从侧翼对乌军阵地发起装甲纵队攻势。结果被乌军第129国土防卫旅击退，多辆车辆与人员被火炮与无人机毁坏。对此，专家在分析完战斗附近的地形后，认为俄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这里俄军遗留给乌军的防线盖得太好了，不仅可以360度全方位防御，而且还设有龙牙与反战车壕沟，有效阻挡车辆行进。之后被乌军海马斯、无人机等武器挨个点名，给俄军造成重大损失。怪不得乌军当初不修建防线，原来是有现成的。而俄军不先把自己建设的防线炸烂，恐怕是无法有效推进了。此外，乌军还在库尔斯克包围了2支俄军部队，一支在克列涅沃以东的克雷米亚诺，乌军正式完成了对驻守俄军的包围，切断了所有主要的补给线；一支在苏贾北部的马拉亚洛赫尼亚，俄军最初将当地的一所女子监狱作为据点，但乌军已经系统性的切断了其所有的逃跑路线，至此，俄军所谓的大反攻第1季可能就此落幕。在哈尔科夫，战线没有任何变化，主要是俄军为了防守，正在重新部署和集结新部队。如在赫利伯克，据乌克兰哈尔科夫集团军报告显示，俄军向这里增援了第79摩托化步兵团和第11坦克团的风暴部队。在沃夫昌斯克，俄军第11旅和新成立的第69摩托化步枪师正在附近作战。此外，有消息称，俄军正在为新成立的第68摩托化步枪师配备全部人员和设备，并计划在10月底至11月初期间将各大残部一同部署到前线。至于沃夫昌斯克骨料厂，不甘心的俄军派遣战机对其进行滑翔炸弹轰炸，使该厂处于有争议的灰色地带。在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继续沿库皮扬斯克、斯瓦托夫、克里米纳战线进行进攻行动。如在新基夫卡东北部，俄军第25摩托化步枪旅数次对乌军阵地发起进攻，正不断向佩特罗帕夫利夫卡方向推进。同时，据一位俄军事博主报道，俄军目前已经推进到安德里伊夫卡村南郊，在红军村防线。据9月29日战役地图显示，俄军在歇里杜河以南的铁路线附近略微推进，目前推进到克拉斯尼亚尔南郊地区，并可能夺取了克鲁迪亚尔的剩余部分。俄军从多方向包围歇里杜河的计划已经初步展现，随时有可能进行合围。在马林卡方向，俄军对赫尔西耶夫卡、奥列山德罗波以及格斯特列附近的乌军阵地进行了机械化进攻，大有一股齐头并进的趋势。目前，乌军正在马克西米尔扬尼夫卡、格斯特列附近阵地分别阻击俄军第33摩托化步枪团和俄军第238炮兵旅、第5摩托化步枪旅的推进。在福勒达战线，即使俄军用了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滑翔炸弹 FAB3000 轰炸，乌军仍然坚守在这里。最后，据诺尔报告报道，乌军再次向克赤大桥发射了2枚导弹，但截止火力军发稿，暂未有更多信息透露，尚不清楚发射的是国产海王星还是欧美援助的 ATACMS 导弹。综上所述，乌军袭击的次数正在变多，且越来越针对俄军后勤弹药库等设施，给俄军造成不小损失。据英国情报机构称，乌军此前对季霍列茨克和托罗佩茨俄军弹药库的袭击，已扰乱了俄军弹药的供应，前线俄军将受到威胁。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在纳斯鲁拉遇袭身亡后，
真主党情报网络的高级成员哈桑·哈里勒·亚辛接替了他的位置，但报道称，就在亚辛上任不到数小时后，以军的导弹再度来袭，精准将其消灭，使他成为史上最短命的真主党最高领导。截至目前，真主党的3任最高领导以及从2号指挥官到各个战线的负责人，在短短7天不到的时间里被以军消灭，加上以色列还陆续向黎巴嫩边境增兵，并运来大批武器装备。这让接下来的继承人选择充满悬念，不知道还有谁愿意接任。而据最新消息显示，真主党执行委员会的负责人哈希姆·萨菲丁是最有可能接任的人员。据悉，萨菲丁现年64岁，是纳斯鲁拉的亲戚，长期以来都深受他的重用，并且和伊朗方面关系密切。大家觉得，在真主党领导层接近于团灭的情况下，萨菲丁是否愿意接手这个摊子呢？挪威一位部长表示，挪威正考虑效仿芬兰，在与俄罗斯约198公里的边境修建围栏。对此，挪威的司法部长艾米丽·恩格梅尔表示，边境围栏的修建将对俄罗斯起到威慑作用。其上安装的传感器可以检测是否有人靠近边境，可第一时间预警。除围栏外，他还表示，挪威目前还在考虑增加边境工作人员数量或加强监控等措施，来加强北极北部与俄罗斯边境的安全。甚至如果北极地区的安全局势恶化，挪威政府还准备在短时间内关闭边境。可以说，如今欧洲防范俄罗斯已经到了极致。丹麦则加大了对乌克兰国防工业的投资。据悉，丹麦花费6.29亿美元，通过乌克兰国防工业购买武器，其中4.34亿美元来自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乌克兰方面9月29日，泽连斯基在晚间讲话中表示，正积极做好10月12日的拉姆施泰因会议的准备工作。乌克兰将与其他领导人一起采取联合行动，加大对俄罗斯施加压力，实现公正的和平。值得注意的是，拜登在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将赢得这场战争，美国将继续与他们并肩前行。拜登在剩余任期内努力支持乌克兰，现在看来所言非虚，也许更大援助也将到来。根据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本次美国之行中，很可能无法得到美国关于乌克兰使用北约制式武器对俄本土发动远程打击的授权，但泽连斯基却不会就此止步。根据报道，泽连斯基计划在极短的时间内发展属于自己的武器。为此，乌克兰计划召开2次会议，届时将由境内500余家军火商公司与多家跨国军工企业参与。要知道，在抗击俄罗斯的这2年多中，泽连斯基一直希望乌克兰可以自主满足军事需求，甚至成为欧洲最大的武器制造国之一。而如今的乌克兰，有80%的军事能力依赖于盟友的支援。想要达成泽连斯基的目标，乌克兰必须获得大量国外投资。在这一点上，那些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已经做出承诺，将为乌克兰本土导弹发展计划提供资讯。比如，欧盟利用俄罗斯被冻结资产，向乌克兰提供的350亿欧元贷款。欧盟会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乌克兰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使用这笔资金。按照泽连斯基的计划，其中大部分资金将用于国防工业，尤其是导弹领域的发展。要知道，当前的乌克兰已经可以利用航程上千公里的无人机对俄本土发动袭击，但依旧比不上导弹带来的作用更大。在今年8月份，乌克兰宣布原面包无人机导弹开始服役。欧美智库表示，这是乌克兰在盟友禁止使用陆军战术导弹与暴风影巡航导弹在俄本土纵深目标发动袭击后所做出的回应。这款无人机导弹可以飞行600公里。此前曾有消息表示，乌军曾在9月份利用原面包无人机导弹袭击了本土。根据计划，在盟友资金到位之后，乌克兰将优先发展弹道导弹，可能是一枚中程导弹，射程约为280公里。乌克兰已经秘密研发了10年。此前，俄罗斯媒体曾声称乌军已经在克里米亚使用过该导弹。2023年12月11日，隶属于美国第7航空队第8战斗飞行团的一架 F-16战机，在当天上午参加例行训练时，发生了飞行紧急情况，驻韩美军 F-16战机发生了坠机事件。在事故发生后，美国空军展开了调查，直到今年9月27日，美国空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调查人员发现，在这架 F-16飞越密集云层时，这架战机的主要飞行与导航仪器发生失灵，导致地平线或姿态信息仅限于备用姿态指示器，然而后者却出现了俯仰和倾斜错误。正因为地平线指示器故障，导致飞行员迷失了方向，而来自其他仪器与僚机的数据又相互矛盾，
进一步增加了混乱。最终，飞行员选择弹射逃生，战斗机坠入半岛西部海域。飞行员得救之后被送入群山空军基地。根据媒体报道，9月28日晚间，约旦武装组织表示，一枚黎巴嫩南部发射的导弹在约旦安曼省内的沙漠无人区坠落，不过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根据媒体报道，9月28日下午，以色列总参谋长哈莱维在以军北方司令部总部结束了安全局势评估会议。在该会议上，哈莱维批准了以军在北部战线的军事行动计划。而在当天夜间，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与包括哈莱维在内的以军高层召开会议，评估国防军在北部战线扩大攻势的准备情况。9月28日夜间，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哈亚·萨雷亚发表声明表示，胡塞武装利用巴勒斯坦2型弹道导弹对以色列本古里国际机场发动袭击。以色列中部特拉维夫和周边多个地区响起防空警报。以军随后表示，有一枚导弹从也门方向飞来，但在以色列境外遭到了防空系统的拦截，导弹残骸掉落在耶路撒冷西南地区，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道。9月28日，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表示，9月27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与以色列防长加兰特就黎巴嫩有关话题进行了2次通话。奥斯汀表示，美国将全力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并将继续保护该地区的美军与美军设施。9月28日，美国媒体援引2名美国官员的消息表示，随着以色列国防军向北部边境地区调动兵力，五角大楼认为以色列可能会对黎巴嫩发动有限的地面行动。不过，这2名官员表示，目前以色列尚未做出是否进行地面行动的准备。美国对事态发展的评估是基于以军的动员和地区清理行动，这可能是为发动地面行动做准备。另外，在纳斯鲁拉确定遇袭之后，拜登表示，导致纳斯鲁拉身亡的空袭发生在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导致冲突的大背景下，美国全力支持以色列免受来自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也门胡塞以及其他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的袭击。而在前一天，拜登已经指示国防部长奥斯汀进一步加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防御态势，以此来遏制愈演愈烈的进攻，从而降低更大范围地区冲突的风险。后续将通过外交手段缓和加沙与黎巴嫩的等前冲突。在加沙地区，美国一直在争取联合国支持一项停火协议。在黎巴嫩，美国也在针对一项可以保证边境居民返回家园的协议进行谈判。与此同时，作为今年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的哈里斯，也通过官方渠道发布了一份与拜登主张大致相同的新闻稿。根据报道，美国白宫在9月26日发表声明显示，为了增强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拜登决定向乌军提供远程导弹 AGM-154J ESOW 有防区外攻击弹药，同时还将提供额外的爱国者防空系统与对应配套弹药。这款武器主要用于防区外打击，同时还能进行远距离遥控爆炸，具有2种攻击模式。在低空发射时，最大作战范围仅有22公里，但在高空发射时，作战范围可以达到130公里。升级版的 JSOW-2 版本更是达到了560公里，采用了模块化设计，可以根据不同战场环境与作战需求，更换不同的弹翼、控制舵面以及发动机等。这种设计不仅降低了研发成本，同时还缩短了武器系统的升级周期。AGM-154 另一个亮点是多样化载荷，根据不同的作战需求，可以选择加装多种类型的子炸弹、末端传感器以及非杀伤性有效载荷，能够灵活应对从软目标到固定目标，从反装甲目标到水面目标的各种威胁。无论是用来打击敌方防空重要军事目标，还是用来削弱敌方装甲部队， AGM-154 都能凭借多样化的载荷实现精确打击。在制导方面， AGF-154 采用了 GPS 制导与惯性制导，确保导弹在飞行过程中能够保持高度的稳定性与准确性。部分型号还会配备红外制导，进一步提高武器系统的打击精度与抗干扰能力。AGM-154 的最大优势
是具备发射后不管的特性。一旦发射出去， AGM-154 可以凭借自主导航对目标发动攻击，无需发射平台持续追踪与控制。此前就有美国媒体表示， AGM-154 与 F-16战机的结合将为乌军提供不一样的战术，因为媒体认为 AGM-154 非常适合乌克兰战场。这种武器在高空发射可以利用滑翔打击130公里处的目标，在低空发射也能打击22公里处的目标，并且 AGM-154 的特征信号非常小，俄军防空系统很难对其进行拦截，因为 AGM-154 的气动布局非常优秀，就像一个隐身导弹一样。在弹体上部有2片折叠的大尺寸弹翼。另外 AGM-154 的价格低廉，目前 A 型价格28.2万美元， B 型价格48.4万美元， C 型则是凯71.9万美元。其中 AB 型采用了 GPS 与惯性制导，可以配备多种大威力弹头， C 型则是采用了红外导引头，并使用先进的穿甲弹头。当然最重要的是，这款武器可以在多个平台进行挂载。由于整个 AGM-154 系列体型与重量都不是很大，小到 F-16战斗大到 B-2 轰炸机都可以进行携带，利用这些飞机的航程与速度优势投放 AGM-154， 先打掉对方的重要目标，尤其是防空阵地，之后的空袭就会变得很简单了。这就意味着乌军完全可以利用 F-16战机挂载这款武器，让空军可以在更远的距离打击俄军兵力集结点、防空系统以及其他目标。虽然在性能方面不如欧洲援助的暴风影巡航导弹，也不如乌军一直想要的金牛座巡航导弹，但依旧足以为现在的乌军提供支持，提供宝贵的防区外打击能力。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有什么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